歐美嚴打移民後，印度人盯上中國簽證。前不久，美國收緊 H-1B 工作簽證後，印度知名主持人賈康姐突然間向廣大印度觀眾介紹起了中國的 K 簽證來。她說：“你可以將 K 簽視作中國的 H-1B， 它的目的是吸引才華橫溢的年輕人赴華創業。它允許持有人多次免簽入境，參加商業科技活動，且申請人不需要中國雇主或者實體的擔保。”最後，賈康姐總結道：“北京借推出 K 簽，告訴全球年輕人，趕快收拾行李來中國吧，我們給你足夠的機會。”話是這麼說，意思也這麼個意思，但是這話從一個印度主持人嘴裡說出來，總給人一種奇怪的感覺，以至於不少網友懷疑賈康姐是不是在暗示那些無法去歐美的印度年輕人趕緊抓住去中國的機會。众所周知，近幾年印度移民在全球的形象不大好，包括加拿大、英国、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在內的多個发达國家相继收緊了對印度人的簽證，其中加拿大人动作最大，他們首先取消了对印度留學生的快速審批通道，又削減了40%的簽證數量，且規定從今往後印度學生想要來加拿大必須先繳納2萬加元的保證金，將對印度低收入群體的嫌棄寫在了臉上。英國人嘴上不針對印度移民，實施的政策卻漸漸針对，比如禁止家長陪讀。試問全球哪個國家的留學生最喜歡拖家带口？毫無疑問是印度。經常發生申請時是1個人，畢業時是3個人，工作後7大姑8大姨全來了的故事。印度留學生通過陪讀計劃、團圓計劃等漏洞，不斷的把國內的親戚接來。英國人苦笑地說，每一張印度簽證的背後至少藏着20個印度人。加拿大、英國收緊簽證後，印度人又將目光投向了澳大利亞。相比于2022年、2024年入境澳大利亞的印度留學生增加了80%，創下了13.9萬人的記錄。雖然現在印度移民還未對澳洲社會造成實質性的影響，但是鑑於加拿大、英國的前車之鑑，澳洲人已經開始提前防範，紛紛要求政府限制印度人的入境。澳洲內政事務部回應稱，將嚴格審查留學生的背景，嚴厲打擊有移民傾向的學生。手段更為強硬的還有美國人。前幾天他們推出價值10萬美元的 H-1B 簽證後，引發了印度僑民搶票潮。印度國內只要能飛到美國的航班都遭到哄搶。美國網友則發起了阻塞廁所計劃，查找所有印度飛到美國的航班，然後買光機票，防止印度人回來。虽然印度人在多数发达國家都不受歡迎，但是我們不難看出，发達國家拒絕的不是所有印度人，而是窮的印度人。對於有錢有技能的印度人，他們還是打開大門歡迎的，這一點非常值得我們重視。就拿我們新推出的 K 簽證為例， K 簽證希望招攬的是具有才華的外國年輕人來中國創業工作，而印度恰恰有着全球最年輕的人口結構和發達的精英教育，他們中有些人非常符合 K 簽證的條件。受自媒體短視頻的影響，現在我們一提到印度，本能就會想起髒亂差，乾了這杯恆河水，來世還做印度人的段子。其實印度幅員遼闊，國情複雜，貧困固然是其一面，但印度還擁有約2億的中產階級，他們生活在班加羅爾、孟買、新德里的富人區，享受着不輸西方的現代化生活。比如印度理工學院培養的學生全是萬里挑一的精英，畢業後他們80%的人選擇出國謀生，剩下的人留在印度國內服務跨國企業。此外，這批精英人才從小接受西式教育，其國際化程度高，非常適合幫助國內企業開拓海外市場，否則硅谷也不會有那麼大一批高管全部都是印度人了。我們的 K 簽證要吸引的就是這類印度人才，像新加坡一樣為他們提供良好的創業環境、社會保障、鼓勵投資甚至就業，而不是加拿大這種偽造材料、躺着吃福利、破壞當地環境的低端印度人。最後講一下泰國向所有印度人開放旅遊免簽的下場，以備參考。泰國同我們一樣是發展中國家，福利、工作收入比不上發達國家，但是也比印度國內強多了。所以旅遊簽證一開，印度人紛紛打着旅游的名義湧入泰國。這些印度遊客也不消費，累了就睡大街上，渴了就喝自來水，餓了就簡單的對付2口，然後四處找打黑工的機會，找不到的便在當地小偷小摸，搞得泰國人怨声載道，要求政府立刻停止对印免簽。因此，我們的 K 簽證應該明確方向，借鉴歐美選優汰劣的政策，精準吸引國際精英人才，而非重蹈泰國盲目開放、反受其亂的覆轍。唯有高質量的外來人才才是生產力，否則就是來吃福利的。這裡是率真財經，一個有溫度、有深度的財經博主，歡迎大家關注主頁，有更多精彩視頻。我們下期節目再會。